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柚子酱。上一期视频我们提到的杜嘉月在侯府当众上演春宫图，道出自己对淑丽郡主做的坏事，得到了报应。想看回上一集，可以点击以上的链接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领什么旨？皇陵和叶家祖坟都看不上，自然是想要淑丽郡主回归家园。本王可有差错？没猜错，王爷说的正合我心意，让母亲回归龙家，跟家人团聚，才是对她最好的弥补。那就依你们所言，阿燕，你们还未成亲，需注意影响。顾慈燕突然抱起叶芷言，王妃行动不便，有什么好注意的？你有意见？不敢。那是你介意？不是。那就由你亲自送芷言回府吧，叶将军留下，朕与你商议梳理下葬事宜。是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当着陛下的面都敢威胁他的大臣，那又如何？行事乖张总归是不好的，万一哪天陛下不宠爱你了，该怎么办？娘子还未过门，就开始替为夫担心了，为夫很感动。谁是你娘子啊？你不要乱叫我，警告你，陛下亲自下的旨，难道你想抗旨？谁说我要？娘，您地下有知，应该明目了。侯爷不好好在外面招待宾客，进来做什么？臣思念淑离，想跟儿女一起，好生祭拜他一番。哦，没有侯爷的位置了。请吧。那臣退下了。你也来了。手帕。言儿，妹妹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查干净了吗？还行吧。别哭了，本王瞧着心疼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淑离郡主高洁，蒙冤多年，着实委屈了。谢三皇子。叶将军。淑丽郡主的葬礼完毕，本殿对北冥之地很是好奇，想请将军过府一叙，不知将军今日是否有空？臣祭拜母亲，十分伤感，今日怕是没空去王爷府上。那不急，将军歇2日，后日再去，本殿也欢迎。思念母亲之心，非数日可解，况且臣除了行军打仗，其他一概不知，应是解不了王爷什么疑惑的。既如此，本殿就不强求了，叶将军请吧。叶见臣便与他擦肩而过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殿下如今眼里只有大哥，没有华清了吗？本殿与二小姐不过几面之缘罢了，二小姐这话，本殿可听不明白了。王爷之前抱着华清温存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前些日子本殿倒是宠幸了一个女人，不过她丑陋得很，哪比得上二小姐花容月貌？三殿下这是准备不认账了？难道你就不怕我告到陛下那里吗？那又如何？父皇不过训斥本殿几句，可二小姐呢？恐怕只能落个被口水淹死的下场。顾慈文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就算死，也要拉你一起身败名裂。二小姐这么冲动可不好，不如多学学你大姐姐，那才是令男人欣赏的女人。这事若是发生在叶芷言身上，她断然不会像你这般莽撞。本殿还真好奇她会怎么做。嘿，叶芷言不过是个残废，只有顾慈燕那个睁眼瞎才会看上她。她这个残废让你家破人亡，名声尽毁，还为自己母亲平反迁坟，可你却连她一丝一角都没碰着。你能治她？若是不能，就少在我面前显摆。你跟顾慈燕比，也差一大截子呢。本殿知道自己与人的差距，所以本殿给你指一条路。什么？不如嫁给顾慈燕，再与本殿合作，扳倒他们2人，岂不是指日可待？你怎么在这？这是龙家祠堂。你这话问得蹊跷。轮椅没动过，叶芷言应当没瞧见我和顾慈文。
死瘸子，让开吧你！啊，呵，要不说你蠢呢，只顾着看轮椅有没有滑动的痕迹，就不知道我能站起来吗？想陷害顾慈燕，呵呵，你们的算盘怕是要落空了。叶华清虽蠢，但顾慈文却不得不防，但是提醒一下顾慈燕吧。大小姐又在给王爷写情书了，大小姐和王爷感情真好，亲自交到顾慈燕手里。奴婢知道了。王妃，请。你可知道，凭你刚才的话，本王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王爷若是不娶我，那西亮跟王爷的秘密，我也不会一直替王爷保守了。谁让你来威胁本王的？王爷不必多问。若是王爷一意孤行，那么你与西亮勾结，我就只有如实告诉皇上了。敢这么跟本王说话的人，坟头草已经3尺高了。你想淹死他啊？他运气好的话，顺着湖水飘到下游，能被人捞起来。但若是运气不好，呛了水，溺毙在水中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派人将他捞起来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。我的轮椅。乖，别闹。你还想装瘸装到什么时候？王爷先放我坐回去，要坐便坐本王身上。别闹了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叶华清今天来威胁你，是受顾慈文指使的。他拉拢我大哥不成，就找上了叶华清，想让叶华清嫁给你呢。你吃醋了吗？重点在这里吗？重点是你三哥要害你啊。无所谓，本王不在乎。你平日里行事跋扈，树敌太多，还是多注意下吧。小剧场，芷言，这是你母亲葬礼的礼单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我是个残废，行动不便，您自求多福。建成呢？这是你母亲。久居边关，啥也不会。这期视频又结束了哦。三皇子将陷害顾慈燕的计划打到叶华清身上，二人真能如愿吗？下期视频会在下周一更新哦，一起期待吧！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